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我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这一次来讨论一个不一样一点的东西。那从我开始做影片都以机壳为主，那不断的强调风流的设计与机壳的散热思维。唯独一款机壳，我明明知道它散热不好，但我还是买了，那就是 Shift。买了这个也体现了它的散热真的就跟网络上讲的一样的糟糕，这么大的一个 ITS 搞得跟一个小壳一样差。那即便我最后还是卖了，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喜欢的话，那你就买一个来体验看看。好像感情也不一定要最后有结果一样，美丽的东西它终究是美丽的。那我就来跟你讲一下它好在哪里。这个机壳有个很大的特点是，它的线材是藏在上面的这个盖子之下，你压一下就可以打开了。那所有的线材会从上方的孔穿过去。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壳都是照着主机板 I/O 出去。如果你插了很多 USB 的话，那想必就会很乱。当然你要好好整理也是可以啦，但是人家就已经先想好在那边了，而且这个是在消费者不常看到的背面。那一个好的产品，它就会在这种地方下苦心哈。你看，像 Logitech Craft，它在背面的脚垫还特别开了模具做造型，它大可以直接贴一个普通的橡胶片就好，效果也完全相同。很多事情就是细心，当你认定了这家的东西就是细心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产生信仰。信仰就是对于没有经验与根据的事情产生信心与信任。那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正面跟背面有一个一体式的金属面板，还有玻璃的侧背，四角的网孔透气。那它基本上上下左右前后都是完全对称的。当然美丑有所偏好啦，不过我觉得它是个设计相当用心的产品。那缺点就刚刚网络啊都全部讲了，就是超大一个壳，搞得跟散热跟小壳一样，水冷只能用120，而且冷头还在上面，万一有空气的话，就会让马达空转，机壳万一发生的话，就会像鱼缸打气泵浦一样的声音。不要不信邪，我之前装的那台120就曾经碰过，万一你真的碰到的话，不是换水能，那就是换气能了。气能的高度其实只支援到70 mm 左右，玻璃离显卡背板也很近，完全就是闷烧了。那 Air 的网孔版本会受限于它的排气只有2颗120的风扇，那基本上都是普通 A4 的规格，但是它的体积是别人的3倍，会被骂烂也没办法的事情。最后来分析一下一代跟二代的差别。那首先一代已经停产，我就简短提了，就是两者的电源供应器的方向差了90度。原本可以塞2颗120冷排，殊不知其实也没有几台电脑需要2个120冷排，偏偏240冷排你一个都装不了。那之后他就将就错就，直接变成一个120冷排，然后让电源供应器对着侧背板，这样对 Air 版本的散热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再来就是它的背板终于加开了散热孔。第一代只靠那四角那几个根本就不够，尤其是现在显卡一堆发热怪物。最后就是显卡在二代有支援到2.9槽，一代基本上2.5槽开始就很多有一些问题。那现在大显卡越来越多，我只能说现在就只是跟上主流罢了。那最后来帮这个机壳说句话，这个机壳真的是前后左右甚至上下都很对称，但是机壳元件毕竟是各司其职的，你要对称，那空间利用率难免会差。那它上面要塞线材，左右又是玻璃不透气，那前后它又想要展现金属面板的质感，所以它孔洞也不多。喜欢这个外形就买吧，反正6核心啊3060钛，我想应该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有什么问题或指正也欢迎你的留言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